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聊固定指数年金。它过去10年的年化回报收益率是11.21%，而且是保本的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市场下跌，你的本金也不会有亏损。听起来好像挺香的，对吧？但是我因为自己最近想要买一点嘛，所以做了不少的研究，然后发现它背后的设计上面呢，还是有蛮多的限制和坑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详细的说说它到底是怎么样赚收益的。特别是有哪些风险和缺点，那适合哪些人，有哪些人是绝对不适合的。那希望可以给到像我一样比较保守，但是呢也不想让钱闲着的朋友们一些参考。首先呢，它是年金产品，所以本质上它是做退休规划用的。简单点呢，就是适合那种你10年以上不会动用的闲钱，比如说你放在401k 里面或者 IRA 里面钱，或者呢你在做整体资产配置里面想要加一部分保本的，或者是稳健性投资的资产，这个就比较合适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近期要用的钱，比如说你的紧急备用金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，对吧？或者呢买房的首付啊，小孩子子女教育的钱啊，这些通通不适合啊，因为它是有锁定期的，而且呢 IRS 对这一类的年金产品呢是有规定的，你59岁半之前如果领取的话呢，它会收你10%的罚金，所以呢就注意啊，不要因为它又保本收益还不错，就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到里面去，真的不适合。它只适合部分的用于长期投资的钱。那固定指数年金呢，就是追踪其中一个指数的表现。如果说这个指数涨了，你根据你的参与率可以拿到一部分的涨幅。参与率之后我们来解释啊。那如果它跌的话呢，那你的本金是保住的，就是不会亏钱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详情啊，有没有觉得眼前一黑，好多内容啊？很快的说一下它的重点啊。首先呢，购买金额，它分10万以上跟10万以下。那10万以上的话呢，它就多给你一些好处，然后10万以下呢就少一些，就这个区别而已。那不管入金多少呢，它都给你14%的一个奖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入金10万的话呢，那你马上你的本金就会变成11.4万，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接下来看选择产品，它可以选择固定的利息，或者说是对标的指数。那首先看这个固定利息就没有什么好选的，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都有4.25%了，所以说3%的利率实在太低了。市场上面4%左右的定期存款也好，或者利率更高一点的短期国债都是挺容易找到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固定的利息3%实在太少了，完全不用考虑。接下来看选哪个指数，那这边呢是有1年期或者是2年期的，1年期这边有对标标普500的，但是现在呢也不用考虑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年的市场实在是不怎么样。那从宏观上来看呢，今年的关税政策引起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，也有可能引起经济上的衰退，所以呢，大家对于目前2025年经济都不太看好。那美联储呢，在2025年3月19日，就是最新的美联储会议上面也发表了他的经济预测，然后认为2025年美国这边 GDP 呢可能会有下降，然后从原来预期的比如说2.1、2.2降到了1.7，这个是挺不好的一个消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股从2025年开年到现在一直跌跌不休，从最上面到下面可能已经跌了10%左右了。那目前呢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啊，它如果再跌破之前的低点的话，可能还有一腿要往下跌。那不管是从宏观上还是从技术指标上面看呢，今年的美股市场可能都不会太理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年准备移一部分资金去买年金的原因了。市场的话实在是不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，直接对标标普500的不用看，1年期、2年期的也不用看，因为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经济会有一个不太好的下降趋势，那市场的话可能会进入熊市，不一定啊，也可能是不断的震荡的趋势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市场的话近1年的收益都不会太好，除非是出来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看5年期的，因为美股的话通常它都是熊短牛长，牛市一般会持续个2年到2年半，那熊市的话呢，通常的时间是平均时间是9个月，当然也有更长的，比如说会拉到1年，甚至像2000年的时候它拉到了2年的时间，这都可能会发生的。但是不管是它是
短期的熊市，比如说几个月的或者长期的1年多的，那5年的时间都可以让它从熊市恢复过来，然后进入到牛市，并且产生收益。所以我在进行收益率回测的时候呢，倾向于选择5年作为观察周期，这样的时间跨度呢，有助于减少市场短期波动带来的干扰，然后可以更好的反映它的实际表现。选5年期的另外有一个原因呢，是这边的参与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边百分比70、80、90、100、110，它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啊。参与率就是说这个指数不管它怎么涨，那如果说你把资金放在，你可以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产品，有固定收益的，然后有对标标普500指数的，也有对标一些其他的指数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任意的选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把资金放在同样一个指数当中，只放1年，然后下1年你放到其他指数当中了呢，那这一年这个指数的涨幅，你只能获取它其中60%的收益。那如果说你把资金放在这个指数当中，放了2年的话呢，那你可以参与其中75%的盈利部分。那如果说我们放在里面5年期的话呢，以第一个指数为例，那我们就可以拿到110%的盈利，也就是说，除了100%上涨的盈利之外呢，还可以多出10%。那像这边如果说是220%、200%，或者甚至于下面是300多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拿到这个指数2倍甚至于3倍的一个涨幅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5年期的参与率是最高的，下面还有一个是增强型的参与率，会比上面的更高，但是增强型的话，你要付一个费用。年金它本身是不收费的，没有任何的隐藏费用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要选择参与率更高的增强型的话呢，它会收你的年费是0.95%。那是不是要选增强型呢？你要算出来合不合算？好，我们确定了是5年期的一个指数，但是这么多指数当中选哪一个呢？或者选哪几个呢？我全部都算了一下给你们看。那我不想付费用，所以说呢，我最开始算的是标准的，没有付费的。那选了一个最眼熟的，就是标普500的期权指数，这个我们比较熟啊。然后选择的当然是5年的100%收益都归自己的这个。那我倒推它10年的收益，然后选择2025年的一个时间段，然后2020年的时间段，以及是2015年的3个时间段。那20年到25年这5年时间呢，这个指数涨了237，那收益呢就是237除以当初的229，然后它有103%的收益，基本上是翻倍了。那15年到20年的时间呢，这5年当中呢，它涨了只有47，那把47除以当初的128呢，那得到25%，也就是说过去的10年间呢，第一个5年它涨幅是25%，那第二个5年呢，它涨幅是103%。那我们把数据放到我的计算表当中，10万的时候，如果在2015年的时候入金了之后呢，当然先有奖励的14%，对吧？那本金就变成114了。然后呢，我是按照5年期最后的一个数字进行单利的计算，也就是说5年之后这个指数涨幅是25.08%，那我就是这个本金放在那边5年不动，到最后第5年的时候呢产生收益，那收益呢是28591，那又因为5年期的话它是100%都给你收益的。好，那我原本的本金再加上收益之后呢，获得了一个最终的数额是142591啊，因为没有收费，所以说最终的余额就是这个数字。好，那之后我们再过5年，同样是选择同样的指数，那之后5年呢，它的收益还不错，然后有103%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这总共的收益呢就是有146，那加上之前的余额呢，最终我得到的余额就是289460，和当初的本金算呢，基本上可以翻了3倍不到。那我算一下我的年回报率，就放了这10年的年回报率，那我是最终的数值就是28万多，然后减去当初10万的本金，那差额是18万9，对吧？除以当初的本金就是10万之后呢，那我就是把差额除以本金啊，整体的获利的话是189%。那年回报率呢？其实是用这边一个 Excel 公式，10年的时间，对吧？然后当初的本金，现在的一个最终的数值 ，OK， 得到的我的年回报率呢是11.21%，这样子一个回报率。
那这个呢，就是投资年金标普500期权指数，而且是按照单利计算的方法，是标准的没有费用的版本，然后是一个是回撤，就是2015到2025年的一个回撤计算啊。那我用同样的数据，也就是第一个5年25%的收益，第二个5年103收益。那如果说我是选择它当初一个增强版本，你看它这边还有增强版本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同样选择标普500的期权指数的话，那如果说我愿意付它一个0.95%的费用，它给你最后的参与率是115%，也就是说比实际上的收益还多一些。那这个会不会比较合算呢？我也算了一下啊，算了一下之后呢，在这边同样的数据，刚开始是有14%的奖励，然后呢，第一个5年25%，第二个5年的话是103%。那不同的呢是这边的参与率，也就是说最后收益是给你115%的，两个都在这边。然后最后算出来数值呢是，但是这边的话它有个费用，这个费用是每年都要算到0.95%的费用，每年都是在你的当年的余额上扣除的。然后之后一年下来之后呢，最后的收益是288877，比这边28.9万要少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同样的数值来算它的年回报率的话呢，是11.19%。所以说对于标普500期权的指数这个年金来说呢，过去10年的测算下来呢，非付费版本是比较合算一点。我其实还是想算一下，如果说我是直接把钱直接去买这个对标指数，这个对标指数他这边说他10年的年回报率是9.85%嘛，那我如果是按照复利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投资都是复利的，就是它的收益然后进行再投资嘛，我按照复利的计算，我10万的本金，每年的收益的话，年收率是9.85%，那我10年之后的话，收益是多少呢？是255859，没有他们这两个任何一个高都算过了。看上去好像不错啊，年回报率有11.21%，而且是保本的，如果市场跌的话。但是呢，我花钱投资之前是希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进去，所以呢，我又同时计算了其他的几个指数。前面两个我找不到公开的数据，摩根斯坦利的我算了一下，然后 PIMCO 的我也算了一下，标普500期权 Daily Risk Control 这一个的话，我看了一下数据，它的增长非常低，只有2%多，所以说我就不用计算了，直接去除。所以最后给大家展示的话是摩根斯坦利跟那个 PIMCO 这两个。很快的看一下 PIMCO 这个指数它的历史的话，最开始是从2004年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当初的话2004年它的发行价格是100，那现在涨到了247。同样我截取3个时间，就是2005年的，然后是2020年的，然后以及是2015年的3个数据。我们到这边来看，这边应该是 Pinnacle 的。OK， 好，2020到2025年呢，2020年的价格是204，2025年的话呢是247，差额是42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指数每一股的话，它是在5年时间只涨了42，那它的收益呢是20%。OK，15年到20年的时间呢，同样它的收益是24%，两者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我把它放到这边来算，同样算两个，一个是收费版本的，一个是非收费版本的。那收费版本的话呢，它最终的收益结果是26.8万，那非收费版本的话呢，它最后是22.1万。所以以这个指数而言的话呢，它收费版本的话，它是更加合算一点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它都比我之前算的标普500的期权指数要低，因为标普500的话也是有28万多了，对吧？这边只有22万或者26万。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地方是，你可以看这个 Pinnacle 的指数，它2个5年的收益都非常平，都是在20%几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看到标普500的期权指数呢，它第一个5年是20%多的收益，第二个5年就一下子多了4倍，是100%多的收益。然后呢，我就到这边找到了原因，这个 Pinnacle 的它的指数其中79%全部都是放在债券当中的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你一个投资组合当中，如果债券的比例高的话呢，它账户的波动性就会比较
较低，所以这个指数虽然说它整体收益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呢它比较平稳，不会说一下子涨了很多或者一下子跌的比较多。那追求平稳收益的投资者呢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。好，最后我们算一下摩根斯坦利这个权力指数，同样的话呢它的时间的话也是挺长的。最开始是到什么时候？你可以看到最早的发行时间也是在2003年的时间。那我们同样截取3个时间25年、20年和15年。那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看计算的结果。OK， 20年到25年这5年期间呢，它的收益是 39%；15年到20年这5年期间呢，它的收益是 63%。那我同样的把它放到收费版跟非收费版当中计算。那收费版本呢，它最终的结果是35.4万，好高，比之前还要高。非收费版本就比较低了，是26.7万。OK， 好，那对于摩根斯坦利这个就是策略型的指数来说的话呢，它是收费的版本，它的收益更高。那我直接把这个数据算一下它的年回报率，同样是最终值减去本金，然后差额除以它的本金，然后再计算，用这个公式计算它的回报率呢是 13.5%， 比标普500的更高看上去很不错年回报率 13.5%， 这比投资标普500指数强啊！而且市场跌的时候还不用亏钱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它的缺点和风险。第一个潜在的风险呢，就是过去的表现不代表未来的收益，这个是对于所有带有波动性的投资都会面临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买指数的话，过去10年标普500的收益在 10% 以上，对不对？那未来之后的几年的话，会不会有过去这么好的收益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我们把3个指数的表现放在一起对比的话，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时间段涨得最好的指数它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哪个指数可以在所有的市场环境里面都胜出的。那市场是波动的，不同的指数在不同的市场阶段都会有自己的趋势。那过去表现强势的呢，也不表示将来它一定会持续的领先。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，在合适的时间点选择相对强势的指数，或者呢就挑几个过去表现还不错的，然后适当的配置。我们长期持有的话呢，也会慢慢累积不错的收益的。第二个缺点呢，就是它流动性非常差，就是和我一开始说的一样，它只适合作为你退休规划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是你10年以上不用的闲钱，你放在那边作为一个稳定的收益并不适合你近期要用的钱，因为它的锁定期是10年，你10年之内拿出来的话呢，它会收你费用的，并且呢，它是一个年金类的产品，所以说国税局把它作为这个产品定义，就是说你是作为退休用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是你95岁半之前取出来的话 ，IRS 还要另外收你一笔10%的罚金，这就跟你的 401k 或者 IRA 里面钱在你退休之前取出来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就是比较多的情况呢，大家是把 401k 里面钱或者 IRA 里面钱转一部分做这一类的投资。第3个缺点呢，就是产品结构确实有点复杂。我自己是那种花钱之前一定要搞得特别清楚的人，所以特地找了这个完整的说明书，每一条都仔细研究了一遍。还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不同的指数策略一个个做了回测和计算。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就算不像我这样搞得那么复杂，但是还是最好把收益风险大致算一算，确认一下到底合不合适自己。那如果说自己搞不清楚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有经验的财务顾问聊一聊，让他们帮你算一下，心里面也踏实一些。第4个缺点呢，是我在这个整个计算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你的动作越多，可能会赚的越少。怎么说呢？你看这边这么多不同的投资品种，对吧？然后各种不同的条件，我们很多人就是会犯的投资的时候会犯的一个错误呢，就是觉得自己可以预测市场就算到了现在，好多人都觉得说，可能市场要进入熊市，那我能不能就是逃顶，然后到底部最底部的时候抄底？巴菲特都没有办法在最底部的抄底。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投资人的话，最好的做法就是，就算投资一般的指数就大盘指数，也最好就是说你定投，或者说一直在里面，那享受一个长期的市场上涨。那如果说你不断的动作的话呢，其实反而是容易亏钱的。而且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办法
精准的测算市场的。那如果那么精准，我们就直接去炒个股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去买这些保本的产品了。总结一下呢，就是这个固定指数年金适合10年以上不动用的钱，最好是你放在退休账户里面的钱，进行一个保本的投资。虽然说我们过去10年的数据测算的收益率有11%点多，甚至有13%的年收益率，但是过去的表现不代表今后的10年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么好的市场，你有这么高的收益率。同时呢，在做这种投资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多动，因为动了越多，你的收益可能会影响更多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自己研究这款固定指数年金的整个过程和思考。如果你觉得这种保本和有潜在收益的方式也适合你的话，但是不确定该怎么选或者选哪种策略最适合，那你可以找个专业的财务顾问，针对你自己的情况呢来做详细的测算。那我这边呢也请了一位非常资深的顾问 Daisy， 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预约链接，安排一个免费的20分钟的通话，问清楚所有你想知道的问题。那投资呢不是比谁赚得快，而是看谁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了解清楚，做出合适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。